Hello， 大家好，今天来讲讲我2018年7月21号去上演参加非公开签售会的经历吧。我是下午4点多到的现场，抽到了94号，这个号码决定了座位和上去的顺序。从5点半到8点半3个小时，我坐在下面都觉得累了，就更不用说他们了。所以如果还有下次的话，我会希望这个号码小一点。那来看看这个签名专辑吧。这边这些就是我想让他们分别签在哪一页而贴的便利贴。上面的这张便利贴写了我的名字，我是去到现场才想起来要弄这些，于是临时把这个便利贴手撕成现在这样1张当3张用，所以我这张专辑可能是全场最破烂的专辑了。我按照当时的座位顺序讲吧，会省略掉类似于问好、谢谢这样的话。那第一个是那莲的。这里我手动马赛克掉我的名字。我给那莲带了2个小礼物，一个是这个 Kakao Friends 的 A Peach， 然后还有这个跟库克长得很像的小狗。然后我当时拿出这个的时候，他好像没什么反应，因为可能太多人送他这个。但是我拿出这个给他的时候，他就说真的很像库克，而且很可爱。然后我后面跟他说，我有一个见到他一定想做的事情，然后他就问我是什么，我就说我手特别小，然后我话还没讲完，他就把手伸出来了。其实我就是想跟他比手嘛，然后一比，然后是真的比他小，差不多一个指节，就是像之前一个视频那个星光大道里面那个手印那个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身高是170厘米，但是手特别小，然后他就很吃惊，他就说一般身高比较高的人手也会很大。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如果去打篮球的话应该会很厉害。然后他就很惊讶的说我吗？然后之后我就被经纪人请移动了。然后下一个人是多贤。然后我给多贤就准备了这个小猪佩奇，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在中国很火的一个角色，然后他就重复了一遍我的话，很火。我说因为这个长得很像吹风机，但是我感觉他好像没有听太懂我在讲什么，但是他还是拿到之后用中文跟我说了谢谢，然后又突然间说了一句我是多贤，就是用中文说的。然后我就说哇，你中文说得很好。然后就走的时候他又用中文又说了一遍谢谢。然后其实到后面是时间越来越短了，感觉经纪人抓得越来越紧。下一个是定妍。这次给定妍准备的就是一个灭霸手套，然后这个你们可能在有些饭拍也看到，其实不止他一个人有戴，其他成员也有拿来玩。然后当时我掏出这个给他的时候，他非常惊讶的哦了一声，然后就戴上之后就开始向旁边的成员炫耀，然后还摆了姿势。我跟他说特别适合你，然后他说谢谢，特别喜欢，然后又跟我说下次再见哦，然后主动伸出手来跟我击掌。其实好像我就只跟定妍击了掌，其他成员我都忘记了要击掌。然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这个我是申这个地方应该是 N 嘛，然后他给我写成 M， 后面其他成员也有这样，不止他一个人。然后下一个是 Mina 是这次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成员，就是
在这些互动里面，我给他准备了一个这个企鹅的头箍，然后他一拿到这个专辑就开始认真签名了，然后我就掏出了这个，然后他就看到，然后就问了一声 penguin， 然后我就说 penguin， 然后等他签完名之后，我就跟他说 Mina， 你在中国粉丝很多哦，然后他就很惊讶说真的吗？然后我就说是的，或许你会说一点中文吗？然后他可能思考了1秒钟，说很小声的说一声我爱你。然后我当时其实有一点惊到，然后我赶紧说我也爱你。然后米娜突然说请教我一句中文吧。然后我这时候没有听懂，然后他看我没有反应过来，他就用英语说了一句 Please teach me。然后我考虑了一会儿要教什么，然后最后还是跟他说我喜欢你。然后他又跟着我重复了一遍。我问他这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然后这时候坐在他旁边的智孝就抢先告诉他，就是用韩语告诉他这是我喜欢你的意思。然后米娜又用韩语说了一遍我也喜欢你。哇，这真的是我就是印象最深的一次互动。然后就到智孝，智孝也是把我这个姓写错了。我这是给智孝准备了雷神1里面雷神的这个锤子跟一个面具。然后当时我就是从米娜那边移到智孝的位置上的时候，他就问我你是从中国来的吗？然后我说是。我就把这2个掏给他，然后他就也是拿到的时候也有点惊讶。不过说实话我是94号，我看前面起码已经有5个人给他送雷神锤了。然后这时候坐在智孝再下一位的彩英就跟他说你今天真的是厉害了，收到了一堆的这些雷神的东西。然后他一收到就开始玩，然后这个是会出声音了。然后他也用中文和我说谢谢。之后就是彩英了。就我考虑了很久要给彩英送什么，然后后面是在一个商场里面找到了这个玩具。这个好像是在国外很火的那个玩具，就是你摁他的头他就会这样子的。然后我就一开始我先坐过去，然后他开始签名，我就问他可不可以给我画个画，他就问我要画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反应过来，我就跟他说画你喜欢的就好。他可能也觉得挺突然的，然后就给我画了一朵花，然后画完之后还跟我用英语说了一句 flower。然后我就把这个递给他，然后就这样面对着他，然后跟他说你这样按他的头他就会变这样。然后他就当时表情是被吓到了，然后突然间感觉有点抱歉啊。然后他说哦好可怕，不过他还是跟我说了谢谢。不过之后我有看到有饭拍他拿着这个在玩的饭拍。下一个是默默。然后我跟默默说话应该是最少的，就是经纪人吹的也很厉害。然后就是默默是我这次去韩国有见到另外一个中国的Once，然后他就是签售落选，然后我就帮他给默默带了一个玩具。那个玩具就是一个穿着裙子的熊，然后如果摁那个熊的手，他就会说 I love you。然后那个熊的手上戴的一个橡皮筋绑的一个玫瑰花，然后我就把这个拿给默默，然后跟默默说如果你摁他的手他就会说 I love you， 说完 I love you 就必须把这个玫瑰给你。然后我就把那个玫瑰取下来就伸过去，他就自己把手伸过来给我戴上，然后就
这样递给他，他又自己摁了几遍，之后我就移动到下一个位置了。对他用日语说了一句卡哇伊，然后下一个是萨娜。萨娜也是有朋友让我给萨娜带东西，就是一只这样的柴犬，上面有萨娜的这个名牌，然后萨娜也是把我的名字写错了，我就坐下来之后把这个拿出来给他，然后他就用很感叹的声音说：“哇，这个太可爱了吧！”然后又指着这个地方说：“哎，这个是为我做的吗？”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一个认识的姐姐说一定要给萨娜的。”然后他就说：“谢谢。”然后我就说他现在在中国不能来这里，然后他就一直说谢谢。然后我之后就问他记不记得那天在 JIP 那个有机农咖啡那个地方，就是我说我那天也在那里，然后他很惊讶说：“哇，你也在那里吗？”那我真的不知道哎。那今天又见面了，很高兴。虽然说他确实不记得我，可能也没有注意到我，但是他这么说话，我还是很开心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子瑜，我让子瑜用中文签了我的名字。我给子瑜准备的就是这个浩克手套，2个一左一右。就或许你们已经在很多饭牌里面看到了，他真的一直玩到结束啊！我就先问他可不可以用中文签我的名字，然后他说好，然后我后面有抄我中文的名字，他就对着那个一笔一画的写。然后我就把这个浩克手套拿给他，他就也是一脸惊喜的接过去。然后突然间就是周围就变得很吵，可能是有其他成员在说话，然后底下的粉丝在给反应。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一定要说的这么一句话，然后我就因为很吵，我就有靠一点比较近，然后就很神情坚定的跟他说，在大陆也有很多支持你喜欢你的人，你要加油。然后他就笑得很甜的说好，谢谢你。然后他突然间问我，那你还会再来吗？然后我有被这个问题吓到，然后我就说我努力再来。然后他就说谢谢，拜拜。然后我就拜拜。他真的，子瑜真的超级温柔，就是说话就很温柔，然后台湾腔也很可爱。然后他就是全程都是那种甜甜的笑着看着你。其实我都说实话，其实其他成员我也是，我全程都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所以我当时眼神一定飘得很厉害，就以至于我现在说实话脑海里面都没有一个就是他们坐在我面前的这么一个画面，因为我当时肯定是想努力保持镇定，然后肯定眼神都到处瞟，不敢盯着他们看。我万一就一直盯着他们看，我怕我就说不出话，然后就会很尴尬。好，那就是后面到结束，他们不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就是在聊天啊什么的，然后有几个成员一直在拿着我送的那什么雷神锤啊，然后米娜一直戴着那个企鹅头箍，然后子瑜一直戴着那个浩克手套在玩。那好，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签售的经历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啊。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